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大橘讲故事。过年婆婆发红包，小外甥是10张毛爷爷，我女儿却只有1沓白纸，每张上面都写着金欠谷雨100元压岁钱，30年后凶现。20张，总共2000块钱欠条。我找婆婆对质，她却说：“我这是替谷雨存嫁妆，你别不识好歹。”后来婆婆住院，我大手一挥，儿媳资助住院费2000万，30年后到账。大年30，我们回老家过年，我提前准备好了年货，有必备的水果、纯奶、火腿，也有特意买的海鲜、燕窝、阿胶。刚到家，婆婆抱起女儿，热情地迎我们进门，还不忘回头数落我俩，买这么多干啥？多浪费钱！我一怔，往年可不是这样，不是嫌弃我们买的少，就是嫌弃我们买的便宜。刚进屋就听见一声干嚎，我娘家咋穷了？大姑姐周菊眼睛红红的，不停抽着鼻子，婆婆、老公一起劝她，眼看她哭得越来越厉害，老公回头：“林芝，要不今年年夜饭你来做？”婆婆家的年夜饭也就是3菜1汤，凉拌黄瓜、蒜苔炒肉、香菇青菜，再加1盆紫菜蛋花汤，不算难。我点了点头，进了厨房。可今年婆婆的备菜太丰盛了，鸡鸭鱼肉应有尽有，怎么这么舍得？没一会，谷雨冲了进来：“妈妈，快看奶奶给我发的大红包，我比小虎的厚多了。你说奶奶是不是最爱我？”小孩子最爱比较，每年拿了红包，女儿和外甥总会比赛。婆婆重男轻女，往年给谷雨的红包是2张50，小虎的是2张100。女儿还小，总觉得大家都是2张，分不出第一。我每次不开心，老公都会劝我。大姑姐家日子不好过，婆婆也就是想帮衬下。可今年女儿的红包怎么会比外甥的还厚？宝贝，那你打开看看，奶奶给你发了多少毛爷爷？女儿开心地打开红包，奶声奶气地问我：“妈妈，这个钱怎么是白色的？白色的钱？”我抬头一看，震惊了，那不是钱，是一张张白纸，上门几个歪歪斜斜字：“金欠谷雨100元压岁钱，30年后凶现。”整整20张，共2000块钱欠条。我拉着女儿回了客厅，大姑姐看见我，朝婆婆挤了挤眼。前一秒聊天的3人瞬间安静下来，客厅里只剩下小外甥的声音：“6、7、8、9、10，妈妈，姥姥给我发了10张毛爷爷。”我把红包放到桌子上，隐晦地问：“妈，谷雨的红包你是不是弄错了？”婆婆一愣：“不会错，今年有喜事，2小家伙的红包都涨了。可是谷雨的红包里边是欠条。”婆婆满脸堆着笑：“小孩子乱花钱，我这是为你们着想，提前给孙女存嫁妆。”这时小虎跑过来，对女儿做鬼脸：“我的红包是钱，你的是废纸，略，今年你输了。”边说还边吐舌头。女儿气得哇哇大哭。大姑姐把小虎拉到怀里：“妈给谷雨2000，我们才1000，你还闹什么？”我并没有说女儿的红包是多少钱，大姑姐却这么清楚，看来欠条红包是早有预谋。我伸出手：“那要不咱们换换？”大姑姐忙把红包揣进口袋：“红包哪有换的道理？再说了，妈给多少都是心意，我不嫌少。”婆婆一双3角眼耷拉着：“又不是不给，欠条都打了，过几年我连本带利的还给谷雨。”死丫头片子没良心，
奶奶给你发大红包，你还去告状，真是只为不熟的白眼狼。女儿吓得不敢再哭，紧紧咬着嘴唇，小声地抽泣。老公周岩朝我挤挤眼，用嘴型说：“忍着别闹。”看着女儿这么委屈，我再也忍不住。有你这样当奶奶的吗？每年谷雨的红包都比小胡少，孩子不认识钱，我也不想因为压岁钱闹得不愉快。可是今年你怎么能给孩子发欠条？看我不依不饶，婆婆火了，站起来指着老公鼻子骂：“周岩，看看你的好媳妇好闺女，大过年的哭哭唧唧吵吵闹闹，一点小事都上纲上线。”周岩快走一步，拉住我，轻声说着：“快给妈道歉。”道歉？我看着周岩，熟悉的脸却说出陌生的话。他知道我的脾气，我可以穷，可以吃苦，可以受气，但是女儿是我的逆鳞，谁惹了谷雨，我绝对会发火。见我不动，周岩急了：“都是一家人，低个头有那么难吗？为什么道歉？我哪句话说错了？大姑姐还在煽风点火，弟弟，你这家庭地位不行呀，怎么一点话语权都没有？”啪！周岩扔了杯子，玻璃与地板猛烈撞击，瞬间成了碎片。他吼了出来：“我再说一次，道歉！”女儿被吓得哗哗哭。婆婆站了起来：“算了，今天是个好日子，妈懒得生气，你们歇着，等会吃饭有大事宣布。”我抱起女儿进了卧室，直接把门反锁。周岩跟在后面使劲拍门，见我不开门，他一边踢门一边大骂：“林芝，别他妈给脸不要脸，快出来道歉！”听着周岩的咒骂，我再也不想维持表面的和平，再也不想让女儿受委屈。我拿出手机，将婆婆写的欠条拍了照片，发到了某音，配文：“感谢婆婆给女儿发的新型红包，并且特意加了地址，还选择了所有人可见。”没一会，消息提示音滴滴响。活久见，发红包还能打欠条。我发誓，这是我见过最硬核的红包，是兑现，不是凶线。借条还有错别字，不知道是真傻还是装傻。注意欠条格式，正文不能用小名，落款也没欠款人、时间。建议妞妞把欠条留好，等奶奶老了可以抵抚养费哟。评论越来越多，甚至有很多网友开始转发。没一会，周岩闯了进来，拿着手机质问我：“这视频是不是你发的？怎么竟没事找事？赶紧删，这节骨眼可别让妈看到了。”我拿起手机，不知道什么时候，老公表弟把这条视频转到了家族群。病了舅妈：“妈，今年我们带孩子回老家，红包你看着办。”舅妈：“儿子说啥话？妈疼孙女还来不及呢，红包早已备好，保证又厚又大。”戴姨：“这是厚奶吧？大过年的发欠条，真晦气。”表妹：“提前说好，过年谁给我发欠条，等他死了，我就去他坟头蹦迪。”舅舅：“大过年的说啥坟头，快呸呸呸！”表妹：“张家村是不是小姨家？”周岩居高临下的看着我，满眼的怒气。我最后说一次，把视频删了，去给妈道歉。我不理他，拿起手机在群里发了个微笑表情。表妹连发3个问号，我回了3个感叹号。表弟：“怎么办？我好像办错事了。”见我不动，周岩直接把我手机夺走。换密码了？你是脑残吗？这会惹妈生气干啥？立马去道歉，不然有你后悔的时候。今天周岩很奇怪，他不是一个是非不分的人。谈恋爱时他就说过，绝不让我受委屈。
他曾为了我和别人大打出手，也曾为了女儿不依不饶地和人理论。可今天他完全变了个人，没有原则，没有立场，只是一味地让我妥协。我有错吗？除了道歉这2个字，你还会说什么？周岩叹了口气，你是不是傻？我做这一切还不是为了谷雨，为了咱这个家。见我不理他，他给表妹打了电话，无语，快把大群解散了。有啥不好看的？要不你把群主转给我，我来操作。别管为啥了，你快点弄，哥给你转1000辛苦费。什么？5000也中，你赶紧的。无语这姑娘我了解，平常她最喜欢看事情小说，尤其讨厌各种恶婆婆。她总说要提前演练，以后才能不吃亏。别看她咋咋呼呼，其实正义感爆棚。果然，表妹在群里发了消息，周岩哥给我转5000，让我解散群聊。大家猜他是为什么？周岩又急又气，直接在群里连着发了20个红包。他长舒一口气，总算盖过去了。说完，他抱起女儿走出去，又提醒我一次，一会吃饭给妈赔个笑脸。记住，我是为了咱们这个家好。我没再搭理他。之前我和婆婆也有过矛盾，但好在周岩帮理不帮亲，我并没有受冤枉气。平常谷雨也是他捧在手心里的宝，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这么反常。晚上吃饭，婆婆做了8热8凉16个菜。周岩陪着笑脸，妈，林芝知道错了，她想给您正式道歉。说着，她用脚踢了踢我。我没抬头，继续给女儿剥虾。小胡咬着鸡腿，嘴里含糊不清，舅妈，你是坏人，做错事不道歉，别掰，我要击毙你。大姑姐阴阳怪气，孩子嘴里无瞎话，对吧妈？我准备发火，周岩拽住了我。婆婆咳嗽几声，算了，过去的事不提了。妈今天高兴，咱们老张家祖宗显灵，以后你俩都给我支棱起来，别天天在家受窝囊气。说着，婆婆站起来，我要宣布一件喜事，咱们家要拆迁了。我猛地抬头，周岩和大姑姐眼中没有震惊，只有喜悦。小虎拉着婆婆胳膊撒娇，姥姥，拆迁是不是要分好多大房子？我最爱你了，能给我一个吗？婆婆愣了一下，哈哈大笑，行，谁孝顺我就给谁。周岩踢我一脚，又朝我挤了挤眼。看我不动，周岩也急着表孝心。看着这一家子拙劣的表演，我心中终于明白，为什么婆婆不在意买的年货，为什么婆婆准备丰盛的年夜饭，为什么周岩一反常态，不断地要求我道歉。所有事件在此刻形成了闭环，原来是要报复了。可既然这样，发个压岁钱为什么还要塞欠条？婆婆呲着牙花子，房子给你俩没问题，不过我有一个要求。戴姑姐舔着脸，别说一个要求，就是10个8个也不多。对你没啥要求，妈就希望你日子好过点。不过你俩，婆婆转头看向我，咱老张家也是有钱人了，这大把的遗产没人继承，可怎么行？周岩立马表示，今年绝对安排2胎，保证一举得男。我算是明白了，绕了这么大一圈，还是催生。刚生女儿那会，在医院里，婆婆就看了一眼，骂了句丫头片子就走了。直到女儿学会叫奶奶，她才对孩子有了一丁点笑脸。这几年，她各种手段用尽，我都没有答应2胎。威逼不行，现在改立诱了。我放下筷子，我不生2胎。话音刚落，婆婆摔了碗，没有孙子，家产谁来继承？
难不成靠那个死丫头片子？我赶紧捂住女儿的耳朵，可是孩子眼睛立马红了。女儿大了，她曾经也问过我：“妈妈，奶奶是不是不喜欢我？”我每次都哄她：“你这么懂事，大家都爱你呀。”可是棒棒糖小胡有，女儿没有；巧克力小胡有，女儿没有。现在压岁红包，女儿都没有了，孩子又怎么会不懂？我刚准备哄女儿，小虎跑过来，指着女儿哈哈大笑：“赔钱货，赔钱货！你这个没有压岁钱的赔钱货！”我直接一巴掌扇了过去。有人生没人养的兔崽子，再乱放屁我撕查你的嘴！大姑姐张牙舞爪地扑过来：“你敢打我宝贝儿子？”我顺手端起一盆热汤泼了过去，场面十分混乱。小外甥的哭闹，大姑姐的嚎叫，婆婆的咒骂，还有周岩的说教。我抱起女儿，头也不回地离开。坐上车后，谷雨怯生生地问我：“妈妈，我是赔钱货吗？”我抱着女儿，心疼地拍了拍她：“不，你是妈妈的宝贝，是妈妈最珍爱的宝贝。”直到初五，周岩才回家。我提前改了入户门密码，周岩进不来，在外边疯狂敲门。见我不理他，他跪在门外，不停扇自己耳光。媳妇，我知道你在看监控，是我错了，我不应该吼你，不应该让闺女受委屈，不应该逼你道歉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女儿跑出来，边喊爸爸边哭。小孩子不懂，他只知道爸爸在打自己，妈妈在生气。见我不为所动，周岩唱起了苦情戏：“媳妇，我现在就是蜂箱里的老鼠，一边是父母，一边是妻儿，你让我咋办？这次是我鬼迷心窍，是我没把事情处理好。你想想，之前我对你、对谷雨怎么样？我也是为了女儿，为了咱们这个小家呀。”是的，曾经周岩算是一个及格的伴侣，也算是一个合格的父亲。谈恋爱时，只因为我一句话，他能从城东跑到城西，就为了买到我最喜欢吃的蛋糕。我爸住院，他在医院伺候，几天几夜不合眼。后来爸爸瘫痪在床，他擦洗身体，端屎端尿，从无怨言。爸爸很感动，动用关系给周岩安排了工作。结婚时，我没要一分彩礼，爸爸掏空积蓄，给我们买了房，买了车。我记得他去世时候是笑着的：“闺女，周岩这孩子靠谱，爸把你交给他，我就放心了。”婚后，婆婆偶尔作妖，但每次周岩都处理得很好。总体来说，我的生活算是幸福的。女儿拉着我的衣角，哭着求我：“妈妈，你让爸爸回家吧，我好害怕，你们不要吵架好不好？”我抱起女儿，给她擦眼泪。女儿好像下了很大决心一般：“妈妈，是不是有了小弟弟，你们就不吵架了？我要小弟弟，你给我生个小弟弟好吗？”我脑袋轰的一声。之前周岩问过女儿要不要弟弟妹妹，谷雨坚决地说不要，有了弟弟妹妹，妈妈就不能抱我睡觉了。小孩子是自私的，他会害怕别人分掉父母的爱。可是现在，谷雨又怎么会主动要弟弟？门突然打开，是周岩叫了开锁公司。不想理他，我抱着女儿去了卧室。周岩使劲拽住我：“林芝，谷雨都同意要弟弟了，你还坚持什么？作为一个男人，我已经下跪求你了，你还想怎样？那可是拆迁，拆迁懂吗？一夜暴富，不生二胎，妈怎么会同意给我们房子？”我冷冷地问：“那如果二胎还是女孩怎么办？怕什么？那就继续生，不行就试管，我就不信生不出男孩。我马上就是拆二代了，生几个老子都养得起。”
我寒心了。当初生谷雨，我大出血，差点死在手术台上。抢救回来后，我在 ICU 躺了整整1个月。要不是心里想着孩子，我怕是都挺不过去。后来再加上婆婆重男轻女，那会我们就决定绝不要2胎。甚至周岩还在爸爸病床前发誓要去结扎。可是现在他逼我生2胎，甚至去洗脑女儿。看着周岩眼底的欲望，我突然明白了，当初不要2胎是为了哄我爸的遗产，现在逼我2胎是为了哄他妈的安置房。自始至终，他都是为了自己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拆迁是你妈催生的借口？周岩狂笑，什么如果？没有如果，文件我都见了，还能有假？他抱起我，林芝，我告诉你，这2胎你生也得生，不生也得生。我好好跟你说话你不听，那就别怪我动粗。他把我丢在床上，直接压了过来。我奋力挣扎，他一巴掌扇过来，装什么清纯？你都快被老子睡烂了！我大声喊着救命。周岩直接把袜子塞到我嘴里，给我装什么贞洁烈女？乖乖的，否则我弄死你！我努力拽着自己衣服，周岩，你这是婚内强奸！周岩粗暴地撕着我的衣服，放屁！老子睡自己媳妇天经地义，我为出生率做贡献。女儿吓得去拉他，他一巴掌呼了过去，滚远点，别耽误老子好事。女儿摔了出去，看着谷雨缩在角落，满眼的恐惧。我松开手，绝望地躺在床上。我答应你，我生，你先把闺女哄出去，别吓着孩子。你知道的，谷雨最喜欢爸爸了。周岩眼底闪过一丝柔情，他起身抱起女儿，阴森森地笑着，谷雨乖，先去看动画片，不要打扰爸爸妈妈给你造小弟弟。趁他出去，我翻出万圣节买的血包，挤在了内裤上。周岩进来后，直接把我扑倒在床上，在我身上乱拱。我忍住恶心，就当被猪拱了吧。兴致正高时，他蔫了，怎么有血？你生理期不是这几天吧？我捂着肚子，最近天冷受凉，可能有点紊乱了。周岩提起裤子，坐在床边疯狂抽烟。真倒霉，接过眼流什么血？这下好了，又得耽误好几天。有没有办法能一下弄个多胞胎？我心里一阵恶寒。这就是我的枕边人，撕下伪装的面具，我才第一次认清他。因为嫌弃我来姨妈，周岩去了次卧。我抱着女儿睡不着。半夜，客厅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。我穿上拖鞋趴在门上，仔细听着。是周岩在打电话。他敢不同意吗？女人嘛，说不要就是要，一按到床上立马就乖了。别出馊主意了，谁生不是生？找什么别人？换个人不得贴钱贴时间，现在时间紧，任务重，月底必须搞个儿子出来。你家双胞胎儿子咋生的？有啥秘诀不？要？你说什么药？周岩声音越来越小，我越想越怕。先是强迫我，现在又准备下药。拆迁2个字已经让他魔怔了。第2天，趁周岩出去，我去见了一个重要的朋友。晚上，我包了他最爱吃的馄饨，一脸讨好地说：“老公，分了房子能不能给谷雨一套？”行，只要你给我生儿子，这都好商量。我从背后拿出一张纸，这是清宫图，我对照着算过了，只要过2天播种，一定能生男孩。周岩半信半疑，我继续安慰他：“你可别不信，这是老祖宗留下的财富，是真的灵验呢。”我在网上还搜了碱性体质更适合 Y 染色体的精子存活。
我多吃点碱性食物，调调身体。周岩听完，捧着我的脸亲了一大口。媳妇真棒，锅灶已经支起来了，到时候老公再给你加把料，争取生个双胞胎男孩。很快，婆婆打来电话，说需要签拆迁同意书。周岩本来要带谷雨一起回老家，我极力劝阻，你也知道妈不喜欢谷雨，别带闺女回去了，省得妈生气。周岩同意了，可是他不知道，我不带女儿不是怕老太婆生气，而是害怕即将发生的场面吓到孩子。到了老家，大姑姐周菊迎了出来，哟，没带谷雨呀？奶奶发了那么大的红包，一句吉利话都没说就跑走了，真是喂不熟。婆婆陈文平坐在新买的按摩椅上，眼皮都没抬，舍得回来了。周岩陪着笑脸，妈，林芝知道错了，我们开始调养身体了，月底孙子绝对安排上，是吗？我笑着点了点头。晚上，婆婆把周岩和大姑姐叫走，3个人在卧室唧唧歪歪。等周岩回屋，我递过去一杯水，老公辛苦了，给咱儿子争取了几套房。看着他喝下去，我松了口气。等我去冲个澡，今晚耕地播种。说完，他冲我挑了挑眉。我忍住想吐的冲动，拿起周岩的手机，发了2条微信，并删除了聊天记录。然后我躲在客厅听着动静。没一会，有人进了屋。我麻利地把门锁上，钥匙从窗户丢掉，然后默数5、4、3、2、1。啊，你要死呀！接下来就是各种污言秽语。躲什么？不是要安排儿子吗？你又在装什么？促排药过了今天就没效果了，赶紧的！你个性球，吃错药了，睁开狗眼看看我是谁！管你是谁，给我生儿子就行！憋死老子了，快给我，我要爆炸了！啊！救命啊！妈救命！我看了下时间，救援力量还有1分钟即将到达现场，是时候加把火了。我跑到婆婆门前，大声拍门：妈，不好了，快起来呀！婆婆被我吵了起来。还不等她发火，大姑姐老公许明悠哉悠哉地来了。屋里传来熟悉的声音。许明一愣，脸上从喜悦到怀疑再到震怒。一顶绿色的帽子从天而降。我日你8辈祖宗！许明使劲踹门，门开了，所有人都愣住了。大姑姐被摁在床上，周岩只剩下了1条内裤。如果再晚几分钟，怕是就有实质性发展了。我弄死你！许明提着棍子冲了进去。2人缠斗在一起，趁周岩不备，大姑姐对着他双腿中间狠狠地跺了几脚。周岩疼得嗷嗷乱叫，婆婆吓得手足无措。关键时刻，还是我打了120。幸运的是，命保住了；不幸的是，命根子没了。病床里，婆婆哭着说：“造孽呀，我们老张家绝后了。”戴姑姐当即表示愿意再生个儿子，让孩子姓张，当咱们张家孙子。眼看婆婆准备松口，我瞅准时机，趴在垃圾桶干呕。周岩一愣，高兴地喊着：“妈，你看林芝怀孕了，这次肯定是男孩。”婆婆激动地拉着我的手：“真的有了。”我摇了摇头，不知道是不是，最近总觉得想吐。婆婆大喜，一定是苍天有眼，老张家有后了。说完，她转头开始骂大姑姐：“你这死妮子心真狠，那几脚是想让你哥绝后吗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啥心思，家里的房子你想都别想，一根针我都不给你。”许明握紧拳头：“别说1套房子，现在我要2套大的，还得再补给我200万。
否则我就告你儿子强奸，老子非得把他送进监狱。等枪毙了他，家里啥东西最后不还是得落在我们手里？”周岩急得骂人：“谁让他大晚上跑我屋里？不是勾引是干啥？”大姑姐晃着手机：“勾引个屁！不是你给我发微信让我去商量分房的事。”许明也拿出手机：“对，也给我发了，说给我2套房，让我晚上过来随便挑。谁他妈给你俩发微信了？我看你们就是想玩仙人跳。”屋里又吵了起来。我把婆婆拉到一边：“妈，你想想办法呀！如果周岩坐牢了，我可怎么活？要是周岩没来，这孩子我也不生了。”婆婆忙安抚我：“你安心生，妈有办法。”第2天，婆婆没有签拆迁同意书，拆迁办的同志上门做工作。婆婆举着手机大喊大叫：“你们就是欺负我老太婆不懂法！看看人家赔多少，仨瓜俩枣地就想拆我家房子，我告诉你们，没门！”今天是国道的开工仪式，仗着有领导在，婆婆狮子大开口，要求安置房翻倍，赔偿款也要翻倍。你们不同意，那就耗呗，看谁耗得起。因为婆婆家是在国道正中间，如果规划临时改线，一方面时间太紧，另一方面成本太高。没2天，拆迁办同意了婆婆的要求。这时戴姑姐坐不住了：“妈，你看他们这么容易就同意，那证明咱家房子值钱。北京那里拆迁都赔几千万，咱这才赔几毛钱。妈，你再要点，装修也得要钱，上次说的你还得再多，我们给这个数。”大姑姐伸出了2根手指。婆婆惊呼：“20万！”许明说了，还得200万，否则她就去起诉。婆婆气得牙痒痒，但转念一想，自己儿子已经算半个残废了，不多要点钱，老了怎么办？反正上下嘴皮子一碰，钱就来了。婆婆又动了心思，拆迁款从200万要到500万，现在又要2000万。安置房从3套要到5套，现在对外发话，没有10套那就免谈。拆迁办前前后后来了3拨人，全被骂了出去。其他家都已经拆了，婆婆这一套房子孤零零地竖在那里。四周围了起来，工程机械开始进场。婆婆慌了，这咋办？不会不管咱们了吧？周岩躺在床上，胸有成竹地说：“放心吧，妈，现在就是博弈，谁先低头谁就输了。”大姑姐也在拱火：“我都不信了，咱们不同意，他们还敢强拆？现在是法治社会，谁怕谁？”婆婆瞬间有了底气：“对，现在有法律，咱不怕。”稳妥起见，我提议找个律师。婆婆面试了好几个，终于定下了一个女律师，李静，知性优雅，美丽大方，还是我老乡。最重要的是，她听完婆婆的讲述，当即表示不要律师费，要为普通人争取最大的利益。只要你们听我的，我保证拆迁款还能再翻1倍。我从法律途径帮您争取，舆论方面你们自己还得再加把劲。李静提议运用自媒体的手段造势。当晚，我帮婆婆申请了个账号，名字就叫“其实我不想当钉子户”。大姑姐造景，我当摄影师，婆婆和周岩出镜。镜头里，婆婆是被黑恶势力压迫的市民，为了抵抗暴力拆迁，唯一的儿子被打成了残废。周岩躺在床上，化了病秧子妆，凸起的颧骨，干裂的嘴唇，苍白的大脸。婆婆蹲在地上，一边吃冷水泡面，一边开启了直播。老太太，我都70了，只有一个残废儿子和这间破房子，就这仅有的东西，你们都要夺走吗？
还说要扒了我的房子，你们让我们娘俩怎么办？家人们，哪里有桥洞推荐下，我带儿子去住。直播间爆满，博眼球的吧？现在哪还有暴力拆迁？对呀，扫黑除恶多少年了，我现在开着大门睡觉都没见过小偷。喂，楼上的，怕是你太穷，没人偷吧？哈哈哈哈哈！啥不想当钉子户？这不就是钉子户吗？垃圾软件，再给我推送这些，我立马举报。周岩躺得远，看不见，婆婆眼花也看不清屏幕。我不停地朝他们比 OK， 鼓励他们继续演。没一会，直播间被封了。周岩又开了个账号，其实我不想当钉子户的儿子。10分钟后，账号提示违规。大姑姐又开了个账号，其实我不想当钉子户的女儿。直播继续开始，5分钟后又被封了。几个人急了，赶紧给律师打电话。李静分析完利弊后，出了新的主意：线上不行，那就转线下。婆婆一听，立马下单横幅，准备示威。第二天，大姑姐指挥着许明把横幅挂在了房顶，白布黑字，十分显眼，是与房子共存亡。刚挂好，就看到几个挖掘机停在门口。婆婆瞬间紧张起来，直接躺在地上，想拆我们家，先从我身上碾过去。大姑姐和许明把周岩抬出来，让他躺在最前面。一家人严阵以待。挖掘机司机一脸懵逼，直接转弯朝邻居家走去。左右邻居兴奋地招呼着干活。邻居刘婶跑到婆婆面前炫耀：“大妹子，感谢你啊，要不是你，我们家还轮不上呢。这可真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。等政府赔了钱，我们就去市区买房子，这犄角旮旯的谁爱住谁住。”婆婆麻溜地爬起来，抓住刘婶：“你说啥？还能是啥？要不是你家作妖，这国道能改规划？说起来，我可得好好谢谢你。”婆婆不停喊着：“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”一会功夫，邻居家房顶都掀了。婆婆急急忙忙拿出手机给李静打电话，可只有机械的提示音：“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停机。”她站起来，指着大姑姐夫妻俩鼻子骂：“都是你们俩贪心，要这要那，本来都是泼出去的水了，还想回娘家占便宜。”周岩跳起来，揪住许明打了一拳：“老子的家产，你还想插一手？要不是你他妈弄我媳妇，我能要你东西？”两人打红了眼，搬起石头乱砸。大姑姐不停喊着：“当家的，停下来，快停下来！你有个好歹，小虎可咋办？”我突然反应过来，两人打架，打输住院，打赢坐牢。住院花钱，住牢又影响女儿，唯有打死，一了百了。我大喊着：“周岩，你算不算男人？自己家房子都看不住。”许明笑着：“都直不起来了，还男人个屁！我看就是太监。”周岩受了刺激，直接回屋拿出来菜刀。可他毕竟做了小手术，体力不行，没砍到别人，倒是被人连砍数刀。因为几处致命伤失血过多，周岩手术失败，但他并没有死在手术台上。我去送了他最后一程。他躺在病床上，浑身插满了管子。“是不是都是你？为什么？”我看着他，不回应。周岩气得大骂：“林芝，你这个死骗子！和你比，我还差点。婚前你骗我爸，结婚后你骗我，后来为了拆迁你还能骗你妈。我没见过你这么自私的人。不，周岩，你是人吗？”周岩灵魂像被抽走一般。我最后问你一个问题：咱儿子还在吗？我哈哈大笑：“什么儿子？
难道你还能硬起来和别人生儿子？周岩彻底崩溃。出了医院，我吐出一口浊气。结束了，终于结束了。闺蜜打开电话，死鬼，跑哪去了？谷雨哭着找你，快来接孩子，然后捎带请我吃饭。刚一见面，谷雨飞奔过来，妈妈，谷雨好想你，我在吴雨阿姨家住好久了，今天你能接我回家吗？我抱着女儿，亲了亲她的小脸蛋。能，妈妈今天接你回家。后来的几天，有一个陌生来电，刚接通，婆婆的声音传来：儿媳妇，妈知道错了，妈给你跪下磕头，你能让我见见谷雨吗？我这时才知道，周岩死后，婆婆一人住在老家，许明因故意杀人罪判刑坐牢，大姑姐在婆家受尽打骂，又回了娘家。可是她再也不是那个孝顺的女儿，不仅不让婆婆吃饭，还时时打骂，甚至让婆婆上街乞讨。就连小虎也跟着吐口水，老不死的还我爸爸，信不信我打死你？后来婆婆摔倒在卫生间，大姑姐听见呼救，故意没搭理。等早上去看的时候，婆婆口眼歪斜，大小便失禁。到了医院，面对巨额的医药费，大姑姐直接跑了。婆婆哭着对我说：儿媳妇，妈就只有你这一个亲人了，你不会不管我吧？我关切地问：妈，你在哪个医院？我马上过去。病房里，婆婆拉着我哭诉。我挣脱她，用消毒湿巾擦了擦手，从包里拿出一张纸：妈，这是欠你的，现在还你，我们两清了。婆婆一看，儿媳妇，这个没用，我要钱，你每月给我2000块抚养费就行。我关心道：妈，2000怎么够你生活吧？我给你2000万，这是欠条，又不能拿来花。我冷冷一笑，我还以为你不知道这是欠条呢。没事，我给你攒着，再等30年，我就给你全额兑现1分不少。婆婆哭着说：林芝呀，妈都已经70了，哪还能再等30年？怕什么？慢慢等。如果你死了，到时候烧我也得烧给你。婆婆回过神，边哭边骂：你这个毒妇，早知道当初就不该让周岩娶你。她颤抖着手指向门口：滚！以后别让我再看见你。我掸了掸衣角，平静地说：这话该我说才对。转身时瞥见她扭曲的脸，忽然觉得可笑。曾经高高在上重男轻女的人，如今竟落得这般田地。此后我再也没接到过婆婆的电话。听说她被送进了养老院，大姑姐周菊再也没露过面。小虎跟着外婆生活，偶尔会在亲戚嘴里听到她闯祸的消息。又是一年春节，我带着谷雨去了三亚。在温暖的海风里，我掏出4个红包递给她：宝贝，新年快乐。谷雨眨着大眼睛：妈妈，为什么有这么多红包？我将她搂进怀里，在她额头轻轻一吻，因为我的小谷雨又长大了1岁，每长大1岁，妈妈就多给你1个红包。她咯咯笑着把红包贴在脸颊上，夕阳的余晖洒在她身上，这一刻的安宁，是过去无数个日夜的抗争换来的。手机突然震动，家族群里跳出消息，有人转发了一张照片，老家那栋没拆成的房子，终究还是因为年久失修塌了。废墟上杂草丛生，只有陈文平当年挂的是与房子共存亡的横幅，还在风里残破地飘着。我关上手机，继续陪女儿堆沙堡。海浪卷走了岸边的脚印，但有些痕迹永远刻在了心里。接下来，请收听第2个故事。出车祸的那天，医生让我通知家属来照顾。我给周晨打了一个又一个电话，都毫无例外地被挂断。
直到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那天他在忙着给自己的秘书过生日。联系到周晨已经是第二天的事了。早上11点，他终于接起了电话，手机里传来他刚睡醒的声音：“喂，哪位？”听着那迷迷糊糊的声音，我还以为是自己输错了号码。周晨的生活和大多数人以为的自律精英一模一样。我们结婚5年，他赖床这件事出现的次数屈指可数。不过听见他的声音就够了，悬着的心在这一刻终于有了归处。车祸的害怕和委屈一并袭来，我说话的声音不自主带上了一丝哭腔。是我，程雨墨。老婆，你怎么用别人的手机给我打电话？听见我的名字后，他显然清醒了很多，可紧跟在他之后的那娇滴滴的声音却让我如遭雷劈，脑子混成一团。谁啊？一大早来电话，让人睡不睡了？这句话让电话两头都陷入了沉默，连空气似乎都凝结起来。过了不知多久，我才从混沌的状态中清醒了一些，从嗓子眼里异常艰难蹦出这几个字：我出车祸了，现在在南府医院，你过来一趟吧，把那个女人也带上。周晨在下午时分才姗姗来迟，身后跟着一个明艳活泼的女孩。她穿着一身姜黄色的连衣裙，像一朵向日葵，也像一道阳光刺入灰暗的病房。周晨的西装披在她娇小的身躯上，女孩一副领导视察的样子，抱着胳膊打量四周，小鹿般的眼睛转来转去，等转到我身上时，她先看了眼我上夹板的腿，又瞥向满腹疑惑到蒙圈的我。这不好好的吗？电话一个接一个的，还以为多大的事呢。他嘟着唇抱怨，圆嘟嘟的脸蛋鼓了起来。如果不是那话里的恶意太过明显，任谁也不会讨厌这样一个女孩。我当时就冷下脸，骂人的话还没吐出去，周晨先一步开口：“好了，别乱说话，过来坐，不是说累了吗？先休息一会。”他神色坦然地把病房里唯一一把椅子推向女孩，没有一丝被撞破奸情的尴尬与窘迫。不过女孩明显并不领情，反而眼眶里蓄起了泪水，撇着嘴说：“你偏心，我说一句怎么了？”她狠狠拽下身上的西服扔地上，转身夺门而出，病房门砸在墙上，发出巨大的声响。走廊里传来护士生气的声音：“医院里动作小点，摔东西回你家摔去。”周晨身形随着女孩而动，明显是想要追出去。我没有出声，想看看他能为那个女孩做到什么程度。可不知是什么让他良心发现，想起我的存在，急匆匆的脚步在门口停下。从背影我能看出他的犹豫，不知道他经过怎样的思想斗争，最后还是转身回了病房，坐在椅子上。而他开口第一句话是：“这医院里的护士脾气太差了，一会我给你办转院。”被子下的双手不自觉地握紧，心里的酸楚从胸前一丝一缕钻进鼻腔，眼泪不自觉涌了出来。我低下脑袋，不想被他看见这副狼狈模样，还以为已经做好了心理建设就不会难过，但现实却狠狠给了我一巴掌。不过幸好周晨的注意力也不在我这里，他拧着眉头，言语之间带着自己都不曾察觉的担忧与宠溺。现在的小孩真是越来越说不得了，医院这么大，又是个路痴，不知道认不认得路。他修长的手指无意识地在西装裤上摩挲，这是他紧张时的小动作。以前我和他冷战时，他经常这样。那时他在怕我要和他分手，可现在呢，他又在怕什么？他一点也没察觉我有什么不对，只时不时看向病房外面。这一刻，
我感觉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撕扯着我，几乎快把我撕成碎片。结婚5年，恋爱5年，10年的时光，再浓烈的感情也被磨成了水，激情褪去。如今我和周晨比起爱人，更像是亲人。可我一直觉得，这恰恰才是爱情最美的样子。早上准备好早餐后，各自出门，下班回家为彼此带一支娇艳的鲜花。晚上在月光下遛狗，在长椅上观星。春天倒在草坪里相互依偎，冬天像小老头、小老太太一样佝偻着围在火堆旁烤暖。本以为我们会这样走到时间尽头，还设想着以后要寻找一片安静、慢节奏的地方养老。但在那个女孩出现的一刹那，我似乎看到了10年前那个热烈的周晨。他像是说上头了一般，嘴里絮絮叨叨着抱怨女孩，可神情里带着止不住的笑意。你别和小孩一般见识，等我回去再收拾他。他大学还没毕业，刚来实习，也不知道什么人情世故，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了。不过直爽单纯也不是什么坏事。这些话像是一根根针戳在我的心上，虽不致命，但细细密密的疼让我几乎喘不上气来。大学生就不懂人情世故了吗？当年刚毕业，为了他的公司发展，我出入各种酒局宴会拉客户，察言观色，左右逢源，这些事情没人教过我，我也一个人坑坑巴巴地学。一向滴酒不沾的我生生喝出了胃溃疡。那时他很艰难，却总是笑着说感谢上天将我赐给了他。至于刚才又需要什么人情世故？他活了20多年，难道还不知道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吗？周晨嘴里还在念叨着女孩有多么率真，那一句一字都让我觉得浑身冰凉。周晨，我出声打断了他。他看向我的那一刻，脸上还挂着笑。可是我的腿断了，他在笑什么？怎么了？你还没问过我身体怎么样呢？我觉得我说话一定不太好听，物理意义上的不好听。车祸发生在偏僻路段，周围没什么人烟，连路过的车都很少。我被压在车里，血液模糊住视线，驾驶位的司机已经陷入了昏迷，手机也被摔坏，开不了机。那一刻，死亡犹如达摩克里斯之剑悬在头顶，摇摇欲坠，求生的欲望在一瞬间达到顶点。为了尽快获救，我用力按着头上的伤口，以撕心的疼痛换来清醒，然后扯着嗓子喊了近1个小时，才让过路人注意到深沟里的我们。是因为这个原因，他脸色才会那么难看，对吧？我平日在谈判桌上杀伐果决的他，难得的结巴了起来。周晨脸上出现了一瞬间的空白，我了半天，始终没得出一个结论。巨大的无力感像一把从天而降的锤子，把我砸得4分5裂。所以你也觉得我没事，不需要关心，不需要你费劲来一趟是吗？我死死咬着嘴唇，几乎是用尽全力才让眼眶里的眼泪没有掉下来。大意时，我低血糖晕倒，穿越半个城市，不顾自己的课业，也要守在我身旁的人是他。出去玩鬼屋被吓到后，连续给我打1个月电话讲睡前故事的人是他。但现在我刚做完手术，一句关心的话也没有的人还是他。我不想听什么解释，我只想让他问问我疼不疼，有没有被吓到。我想他帮我端杯水，为我带束花。我只是想要和以前一样的爱。长时间的自欺欺人，终究在那个女孩出现的第1刻就碎成了渣渣。其实从几个月前周晨经常抱手机莫名微笑开始，我就知道他身边一定出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人。毕竟被他深切的爱过，怎么可能看不出动心的模样？
周晨烦躁地揉了下自己的头发，顺手从衣兜里拿出打火机和烟。他答：医院里不要抽烟。在他按下打火机的一瞬，我适时提醒他，抽烟的习惯一直都有，但从不会在我面前抽。我吸了一口气，似乎这样就能咽下所有的悲伤，接着自虐般说出这句话：刚才那个女孩是你的小三？周晨抬眸，火焰在空中翻飞，温暖的亮色却一点也感染不到那双漂亮的眼睛里。他冷冷地盯着我，像是在看一个仇人。程雨墨，别这么恶毒，毁了一个小姑娘，对你一点好处也没有。林墨是我的秘书，我们之间清清白白。这句话一瞬间刺激到了我的神经，难以言喻的情绪眨眼间将我吞没。我还是没有忍住嘶吼着质问，连嗓音都开始颤抖。清清白白，清白到一张床上去了。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还是个柳下惠呢？周晨，你让我觉得恶心，太恶心了。泪水瞬间模糊了视线，那双熟悉的眉眼此时显得格外陌生。在车祸中都没有感受到的绝望，这一刻全部体会得明明白白。他冷着脸站起身，一点也不在乎我眼里的受伤，只是一步一步地走着。修长的身形在阳光下格外耀眼。周晨捡起了地上的西服，背对着我，用一种近乎绝情的语气说：我和林墨只是上下属，没你脑子里那些龌龊的关系。你也别没事找事，我生活里不可能只有你一个女人。当然，如果你受不了，我们可以离婚。离婚两个字就这样轻飘飘地从他嘴里荡了出来，落到我身上却像一座大山，压得心脏生疼。这两个字曾经对他来说有多重，重到我只是开玩笑说分手，都能让他心惊胆战地问我是不是他什么地方惹我生气了，是不是他哪里做错了，只要我说他都能改。可是现在呢？我攥着被子不声不响地流泪，嘴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可我知道他在等我的回应。嗤笑的声音悠悠传来，脚步声一下下像是踩在我的心间，黑压压的身影自上而下笼罩下来。周晨抬手帮我压了下被子。公司还有事，我先走了，反正我的卡在你手上，自己叫个陪护吧。下次别问这么没有意义的问题了。说完，他脚步匆匆离开，一秒都不曾停留。在他眼里，我现在应该和那些在家庭里委曲求全的女人没有任何差别吧。他很确信我离不开他。1年前，我从公司彻底离开，成为全职主妇。我的生活来源要靠他，我把公司运转也要靠他。他了解我，知道我的家庭和经济无法支撑我能洒脱离开。我也了解他，深情的时候恨不得把天上的星星都报给你。可论及无情，谁也比不上他。今天他能说出离婚2字，就代表我一旦想打官司离婚，他有100%的把握让我净身出户。可他不懂我，我就是要独一无二，永远纯洁的爱情。我的情感洁癖不允许我在这样的关系中苟延残喘，所以就算是鱼死网破，又能怎样？我捂着胸口，不断地深呼吸，企图压下心脏传来的钝痛。现在的我身上哪里有他的什么卡？一场车祸几乎带走了所有。如果不是我最好的闺蜜连夜开车过来，我连手术费都不知道去哪里凑。我一边流泪，一边从枕头底下拿出江芷带给我的备用机。他们出去了，你跟的时候小心一点。我办事你放心，那孙子敢出轨，我指定卸他一条腿。先别动手。江芷带回了我意料之中的东西。视频里，女孩使着小性子，抱着胳膊，气呼呼地转过身体。
周晨嘴角噙着笑哄他，见他不理自己，就从身后戳上他的脸颊。这一下惹得女孩直接上手打他，揪着他的脸向两边扯，和一对打情骂俏的小情侣没差。我想起以前，他也喜欢这么逗我。不同的是，我远没有视频里的女孩鲜活。死气沉沉的我只会羞红了脸，拍下他的手说：“别这样，周围有人。”而他则是装作听不懂，懵懵懂懂地凑近我耳边：“那没人的时候就可以这样了吗？”在我生气的前一秒，他又会蹦蹦跳跳地跑开，一边跑一边在人群中喊：“程雨墨，之前是我追你，现在轮到你追我了。”他从来不顾及周围人的目光，像一个太阳，只管去照耀别人。所以在我灰暗的人生中，他是那一束光。就在我陷入回忆之时，江芷突然伸手抽走手机，手脚慌张地给我擦眼泪。“哎呀，宝，你别哭啊，不值得，不值得，不要为那个渣男哭。”又哭，我还真是没出息。周晨啊周晨，如果早知道结局是这样，我宁愿我们从来没有认识过。按照周晨的话来说，他在18岁那个出狱的夜晚就对我一见钟情了。可在我的记忆里，那是我人生中最狼狈的一个晚上。暴雨和狂风一道而来，平时高悬在头顶的树枝可怜巴巴地躺在地上。我就是顶着这样的天气冲出家门，翻找着一个个垃圾桶、草丛，企图找到被我继妹不知扔到哪里去的长命锁。那是我母亲唯一留给我的遗物。周围人来人往，雨声、车鸣声、脚步声嘈杂，他们都有归处，只有我漫无目的的到处游走。唯一注意到我的只有周晨。在我近乎绝望的时候，他从我身后过来，把那件宽大的卫衣外套裹到我身上，唯一的伞也塞进我手里。至于他自己，则是站在雨里，露出开怀的笑容，说：“不用谢。”那是我在经历过母亲去世、后妈厌恶、亲爹漠视、校园霸凌后唯一的温暖。我哭红了一双眼睛，却还是对江芷挤出一个勉强的笑容，说：“放心，我没事。”他抿了抿嘴唇，犹豫了很久，还是开口：“雨墨，会不会是你想多了？其实就周晨那个性格，说不定就是个普通朋友。”我拽着手里的纸团，说实话，他会有这个想法，我一点也不意外。周晨和我谈恋爱的过程中，付出了他所能付出的一切，轰轰烈烈也不过如此。而且在所有人眼中，周晨张扬肆意，做事大胆，以至于大家都忽略了他的粗中有细。我现在脑袋很乱，但过往那些依旧清晰地浮现在脑海。你还记得以前一个女生喝醉了说晕车要坐周晨的副驾，她说什么吗？当然记得啊，那个显眼包说她的副驾如果不是姓程名雨墨，性别女，身高167，身份证号 XXXXXX 的人坐都会喝水塞牙、放屁窜稀。就因为这件事，江芷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小。就因为这件事情，所有人都记住了我的身份证号。我想他应该记起来周晨和我在一起时对女生退避三舍的样子了。他从来不是一个没有边界感的人，相反，他太清楚什么是边界感了。江芷小心翼翼地抬眼看向我：“那你现在想怎么办？”“怎么办？除了离婚，我想不到第二条路。但不是现在。成年人的世界不是童话，现实的生活就是柴米油盐。我总不能让一段失败的感情扒掉一层皮，让自己的努力给别人做了嫁衣。直到出院为止，都再也没有见过那个女孩，仿佛那天出现的一切都只是我的幻觉。住院这段时间里，我很容易回想起以前的事。
再对比现在，这才惊觉在不知不觉中所有的人事物已经变了这么多。以前周晨回家总是带着一朵花，他每次都要亲自递到我手里，还粘着我要夸奖，要亲亲。现在他只会通知我一声，花放在桌上了。以前他总是和我形影不离，在别人笑我们是连体婴的时候，他反而把我抱得更紧，像是炫耀一般说：“这是我的宝贝，我当然要守好了。”可现在，我和他几乎不会共同出现在家以外的任何地方。以前，我们对彼此有着100%的信任，而现在，我听着浴室里的水声，想了半天也想不起来他洗澡带手机的习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。我拄着拐杖去了客厅，拿起放在茶几上的平板，不知道是他忘记了，还是他觉得我忘记了。周晨的微信常年登录在平板上，江芷这段时间跟着周晨，愣是没拍到足以当作证据的照片，我只能看看从这里有没有什么突破。这是我第一次查他的微信，原本以为会费一番功夫，却不成想一切都这样轻易地出现在我面前，用不着一个一个翻。他置顶第一个就是蠢蛋秘书，第二个是世上超级无敌美丽漂亮的宝贝老婆。我刻意忽略掉那个长长的昵称，点进他们的聊天框，可越往下翻，我的脸就越苍白一分。就算我已经接受了现实，可看着这些酸涩如洪水一般把我淹没。周晨把10年前的自己放在了这里，他说：“你是这世界上唯一能与我同频的人，和你在一起的光阴都不算是虚度。如果再来一次，我想早一点遇见你。可是当初明明是他先动情的，也是他想要和我在一起的。”就在我住院的这段时间里，周晨依然和他聊着天，有时是凌晨1、2点，有时是他固定的午休时间。他们聊音乐，聊电影，聊书籍，分享着彼此的生活。小到一只蚂蚁，一片云朵，他们都能聊上很久。明明是上下属的关系，却一句工作的事都没提过。眼泪氤氲在眼眶里，然后滴下，狠狠砸向屏幕。我捂着嘴，控制着不要哭出声，牙齿之间咯咯作响的声音，连自己都害怕牙会不会真的被咬碎。手指还在艰难地翻着记录，直到看见那个熟悉的日期时，我愣了一下。对面的人说：“昨天我挂了你老婆所有的电话，你不会怪我吧？”周晨说：“没事，你最重要。”看着这句话，我才知道，人难过到极致的时候，连哭都是一种奢望。5年前，他的妈妈去世，第2天，他爸爸就带着所谓的后妈和比他只小1岁的弟弟进门。骄傲如他，一气之下和他爸断绝了父子关系。深秋里，他只穿着一件单薄的 T 恤就离开生活多年的家。当天晚上，周晨跑到我家楼下，却第一次没有敲响我家房门。如果不是我去丢垃圾，也看不见缩在角落里像一条流浪狗似的他。周晨见到我，先是一愣，接着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，说：“宝宝，我没有家了。”我抱着他，看着他眼圈红红的样子，只觉得心都要碎了。于是在那种情况下，我对他说：“我们结婚吧，我给你一个家。”周晨窝在我的怀里，没有抬头，没有说话。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就在我以为他不愿意时，脖颈处传来点点湿润与温热。周晨的眼泪很烫，手臂环着我很紧。他闷闷地对我说：“以后你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，没有之一。”我麻木地浏览完所有的记录，心脏仿佛都跟着一起停止跳动了一般。周晨说他早就厌倦了和我在一起平淡无波的生活，
感觉像是提前进入了七老八十的状态。所以，在我为结婚5周年，也就是我车祸那天，而专门去寺庙里给他求长生符的时候，周晨推掉了一个大客户的单子，专门空出3天时间要为林默庆生。一切都是这么凑巧。我车祸那天，我们结婚纪念日那天，正好是林默的生日。他在3个选项中直接忽略了前2个。我点进了林默的朋友圈，照片里周晨被抹了满脸奶油，却依然笑得看不见眼睛。林默戴着寿星帽，手上满是奶油的趴在他背上。看着那张照片，我反而觉得自己才是第三者。他们都一样的阳光，一样的热烈。而我，在我的生活里，就算是明艳的玫瑰，也要蒙上一层灰色。他说，人生是游乐场，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。他说，新的1岁，愿你且喜且乐，且以永日。同样的话，同样的事，同样的感情，他毫不介意地分享给了另一个人。在我越陷越深的时候，周晨不知何时开始悄无声息地抽离。此时我也忍不住地开始思考，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对，或是做得不够好，才会导致现在的结果。没等我想明白，浴室里的水停了。哀莫大于心死，我按灭了想要质问的冲动，只是静静将平板放在身侧。他熟稔地走过来，坐到我旁边的另一个沙发上。头发上的水珠随着他的走动不慎掉在我的胳膊上，冰凉透过皮肤直窜进心里。你怎么来客厅了？他瞥了眼我，接着就把注意力转到手机上，打字的手都快要飞出残影。我没有回答，看着他沉静的模样问，你在和谁聊天？客户。他说这话的时候，甚至手都没有慢一点，语气里满是漫不经心的敷衍。我缓缓侧过身，翻开平板，消息一条接着一条弹出来。你好憋屈啊，整天面对那么一张死人脸，他是生来就不会笑吗？温柔。无趣的人都这样给自己找托词吗？我苦笑了一下，该说不说，他这话确实没错。我的生活，人际关系简单到可以用4个字概括，毫无新意。从家里出门后的目的地只有一个，超市。能约的朋友也仅仅有江芷一人。至于父母，和不存在没有两样。我合上平板，语气是出奇的冷静。周晨，我想和江芷出去旅游几天，换换心情。好。他多一个字都不愿意说。我艰难地拄着拐杖离开。这段关系的烂疮以沉默的方式粉饰太平，大家装作平安无事，似乎这样就可以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我给江芷开门的时候，他像是做贼似的左看右看，一会进了厨房，一会又去了卫生间，家里的卧室门被他全都打开检查了一遍后，才放心地长舒了一口气。我看他这样，忍不住笑了出来。放心，周晨莫在，你就直接说吧。江芷坐到我旁边，一副吃到大瓜的模样。雨墨，你肯定没法相信，简直堪比狗血剧。那个林默的经历复杂到让人头皮发麻。他小时候，他奶奶因为重男轻女把他妈逼走，他爸喝酒赌博，但在他7岁的时候找了个后妈，生了个弟弟。从此他不但要负责伺候一大家子人吃穿住，还时不时要受他爸和他弟的家暴。高中毕业后，后妈嫌他爸没本事，扔下孩子跑了。他爸把他卖给了一个老单身汉收彩礼，中间不知道他怎么逃了出来，反正现在是来上学了。他和周晨是去年勾搭上的，但在和周晨好上之前，他明面上谈了至少30段恋爱，最高难度的一次他同时谈8个人。今年那女的要实习，周晨就直接安排在他身边了。
真够恶心的。等我拍到他们俩的照片，一定要寄给他学校。我看他现在的样子，是准备把周晨培养成长期饭票了。那个狗男人真是又蠢又傻。B 找小三还要给自己戴一摞绿帽子。说着，江芷兴奋的表情落寞了起来。哎，但周晨还真是个老狐狸，这么久我们一点把柄都抓不到，找不到他们的开房记录、转账记录，也拿不到什么亲密照片。虽然这个结果也早就料想到的，但还是有些失望。周晨终归还是把一身的心眼子用到了我的身上。但让我没想到的是，那天看起来如此自信张扬的女孩，身世会如此复杂。雨墨，接下来要怎么办啊？江芷颓废地把脑袋靠在我肩膀上，样子比自己被出轨还要难过。我笑着和她说：“不是早就说了吗？去旅游啊！”啊，真的要去啊？我以为你只是装作去旅游，私下里去跟踪那对渣男贱女拿证据。当然是真的。我拿出我的平板，把里面的旅游攻略打开。这是我曾经和周晨一起做的，那时候公司处于创业阶段，我们领了证就急匆匆投入工作，连蜜月旅行都没有。重压下的生活总要寻些甜头才能继续坚持，所以我们总是忙里偷闲地去完善这份攻略，幻想以后有时间了要去什么地方旅行。最后攻略用了整整1年才完成，里面不仅仅包含着对未来的期许，还有少年时的我们对彼此最诚挚的爱意。我看着上面周晨画的卡通版的我，心里五味杂陈。江芷不知道这件事情，拿过平板忍不住挖出了声：“这份攻略也太用心了吧，你这是花了多少心思啊？但是这么多地方，要用不少时间吧？你准备这段时间就不管那2人了吗？”我估计大概需要3个月的时间吧。而且谁说我不管了？他们每天干了什么？这不是有人在给我直播吗？我拿出手机，点开微信，一个名叫林墨的好友申请赫然出现在上方，头像还是他和周晨的合照，2人相拥的剪影在繁花盛开的夕阳下难舍难分。我和他已经加了好友，他约我出去见面，我告诉了他等我回来之后吧。江芷用一副吃了苍蝇似的表情接过手机，他打开林墨的朋友圈，在他的记录里，周晨陪着他去了各种网红打卡地，他们一起为了美食排过长队，为了音乐挤进人山人海的演唱会。只看朋友圈我就知道这个女孩生活一定是多姿多彩的，怪不得周晨会被她吸引。江芷随手翻了几页，气冲冲地把手机扔到茶几上，呸了一口，恶心。这2人都把左脸皮撕给右脸皮了吧？一半厚脸皮，一半不要脸。小三和渣男还敢这么秀，姑奶奶，我迟早教他们做人。赶在江芷忍不住要去胖揍那2人一顿之前，我拿着周晨的副卡离开了这座城市。我倒不是怕江芷受到欺负，她跆拳道黑带9段，还从小学习格斗，一般人还真不是她的对手。她开着车，我打开车窗，公路上的风钻进来，满满都是自由的气息。看着逐渐远去的道路，远去的城市，终于明白了为什么陌生的城市对受伤的人有着这么大的吸引力。离开熟悉到闭着眼睛都能分清的街道，在这里没有人认识那个满目疮痍的人。住院期间，周晨的事被传了出去，他反应很迅速，立即给所有人解释了一番，表示我们之间关系很好。但人们只会在意有没有热闹可以看，他们纷纷提着东西跑来病房里，除了同情之外，还有好奇、八卦。短暂的寒暄之后，像是被安装了同样的程序一般，
所有人都会明里暗里询问我，究竟周晨是不是真的出轨了。现在摆脱了那些语言的牢笼，身心舒畅了不少。这里的人不会在意我经历了什么，不会假意关心我的身体状况，实则想要套出我的感情生活。进入烟雨缱绻的江南，我们在湖上泛舟，看水墨青山，登上世界屋脊的西藏，感受自然的震撼。每到一个地方，我总是要拍下照片，隔几天后再发到朋友圈里。我的更新频率很快，但比我更快的是林默。一会是高级餐厅，一会是湖边夜色，但不变的是身边总有周晨的存在。我把每一条都点了赞，唯独没有去和他说过半句话。这段旅程用了2个半月的时间就完成了速通。我的腿脚也在这段时间恢复如初，还好身边有江芷的陪伴，否则我一个人也不知道要怎么游历这大江南北。我回来这件事没有通知任何人，只是用江芷的卡在酒店里开了半个月的房。不知道当周晨看到那些照片时心情如何，是否会想起曾经一起奋斗的日子。江芷拉着我的手，有些不放心。我还是和你一起吧，那脑残玩意万一对你动手怎么办？我摇了摇头。你放心吧，不会有事的，等一切结束之后，我会去找你的。他恋恋不舍地离开，眼中满是不舍。可是我没法留下他，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成功。朋友圈里我依旧更新着之前拍的照片，除此之外，我还做着另一项工作。我把每张照片里的我旁边都画上了周晨的卡通人物，并且打印了出来，做成一份手账。原本薄薄的一本，在我完成之后至少变厚了1倍。由于我朋友圈依旧更新的照片，周晨和林默依旧以为我在旅途之中，所以我戴着运动帽和口罩，默默跟着他们出入各种场合。根据江芷之前所说，周晨从来没有带着林默出席过私人的饭局，但现在林默坐在卡座里，亲密地挽着周晨的胳膊，依偎在他怀里。周晨嘴上和身边的人玩笑着，大手把林默那双小手紧紧裹着，情到深处还不自觉地低头吻上了林默的脑袋。女孩羞涩地钻进他的怀里，而我装作服务员，就在不远处看着他们的一举一动，指甲掐入了手心，也没有一丝感觉。看到这一幕，我知道是我之前放出去周晨出轨的传言起了作用。林默借着这股东风，牢牢占据住了他身边人的位置。旁边的人看到这一幕，也只是会心一笑。而在他们的交谈中，我也终于了解到这些年周晨眼中的我是什么样子。一个大肚便便的男人，一手搂着一个美女，和他们调情的同时，不忘对着周晨说：“就咱们周总现在这身价，要我说早就应该这样了。成天守着一个算怎么回事？”旁边的一个精干的年轻人不知是不知内情，还是三观比较正常，出声小小的反驳了下：“老肖，你这话不对，嫂子那可是正经名牌大学的高材生，年轻的时候就是校花，就现在那模样也是你我高攀不上的。切，不就是个本科毕业吗？周总您说句话，我连博士都能给你找一个。”他们还在说着，周晨喝了口酒，时不时发出一声轻笑，也就算作是回应。唯有我和林默的脸色越来越差。不同的是，我是曾经一腔热血喂给了狗的恶心，而他是一腔热血配不上狗的尴尬。我当初成绩优异，奖学金拿了个遍，毕业也是满绩，本来可以直接保研。但看到周晨一个人打拼的艰辛，我只觉得书什么时候都可以念，但有些经历无法用价值衡量。我毅然放弃了难得的机会，跑去和他创业。可现在竟然成配不上他的人了。
果然，心疼男人就是不幸的开始。而林默，他所就读的是一所普通院校，但我其实还是佩服他的。他爹为了有人能给他煮饭洗衣，拒绝让他住校，以至于他只能每天走1个多小时去上学。哪怕高3开始上晚自习，他也依然要赶着夜路回家。在这种高强度的压迫下，他已经做到了最好。但现在听见别人只有博士的学历才能配得上周晨，心里怎么可能会不慌呢？酒过3巡后，所有人散场，和之前一样，林默把摇摇晃晃的周晨送回了家。可是上去不到10分钟，他就离开了。我目送着林默的背影离开，手机里留存的照片已经发完了，我再也没有什么可以证明我还在旅途中的证据。在他们俩的时间线里，我出门的时间已经太久，连林默都忍不住给我发消息问我什么时候回来，没有时间留给我捉奸了。第2天，我装作刚回来的样子发了朋友圈，手里提着礼物去了一趟周晨的公司。看着高耸的大厦，我像是看自己的孩子一般欣慰。这里不单是周晨的心血，同样也是我的心血。当初周晨和他爸爸闹翻之后，他爸爸就撤走了所有资金，导致资金链断裂，公司差点因此倒闭。是我跪在我爸别墅门外1天1夜，才求着他来注资，挽救了颓势。当我踏入了公司大门，之前的老员工见到我，瞬间兴奋起来，热情地向我问好。比起周晨的强硬冷漠，曾经我和他们交流问题总是用最温柔的语气，也从来没有骂过人。而且我手下的员工大多都是我一手扶持起来的，自然忠心。这也是我唯一感谢我爸的地方，他身上的经商手段，拉拢人心的手段被我学了个10成10。大家热切问好，可当谈起周晨的时候，场子一下子冷了下来，所有人都一脸尴尬。大家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我低下眼角，看来他们的事情已经是人尽皆知了。在这尴尬的场面下，周晨的特助许林开口破冰，说周晨出去开会，现在没在公司。我笑了笑，只说那我去他办公室等他。不顾他的脸上的惊慌，我闯进了周晨的办公室。一进门，少女的气息迎面而来，我愣住了。从前黑白灰的装修风格，现在却成了少女的房间。沙发上放着各种公仔玩偶，茶几上的杯子画着可爱的笑脸，在墙壁的另一侧多了一个摆放手办的展示柜。周晨的特助知道一切都晚了，只好装成个鹌鹑站在门边，心里默默给自己点了根蜡。我一步步走向周晨的办公桌，他电脑旁边放着大中小3种型号的相框，上面全是林默的笑脸。曾经这里摆着我和他的合照，有一次我身后那个助理不小心把照片打碎，他气得要把人开了，还是我去劝他留人。照片而已，我们人都在一起，你想见我随时都可以。现在这个助理跟了你3年，最难的时候都没有离开，就因为这个要开了，人家也太说不过去了些。我僵硬着身体，一个一个拉开抽屉，可是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我在这里像是不存在过，没有留下一点痕迹。周晨的特助为难地开口：“姐，您别找了，那张照片已经被扔了。”我向后坐在周晨的椅子上，没人敢上前来劝我。你们先出去吧，我等他回来。可我没等到他，30分钟后，我从公司离开。与来时的热闹相比，此刻显得格外冷清。不少人过来送我，却都抿着嘴，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我戴上墨镜遮住通红的眼睛，扯着笑容和他们说了再见。周晨晚上回来，我坐在沙发上，
房间里关于我的东西已经全部清了出去，只剩下了我和我身边的这本手账。但周晨并没有察觉到这些，他不以为意地和我打了声招呼，就要进卧室换衣服。我悠然开口：“周晨，我们离婚吧。”他像是被定在了原地，过了半晌才转过头，上下审视着我。之前在医院的时候怎么不说？出去了一趟，搭上了哪条线让你翅膀硬了？离婚可以，但我能给你的财产只有这套房。他走过来，随手扯散脖子上的领带，解开袖口，向后倚靠在沙发上。桃花眼微微眯起，这是上位者的姿态。我扯出一个苦笑，手指摩挲着手杖封皮。周晨，我什么都不要。这段关系因情而起，我们见证了彼此最美好的模样。现在我也不想和你撕破脸皮，成一对怨偶。说着，眼泪从眼角滑落，我眼含清泪，笑着抬眸望向他。周晨，你还记得那份旅游攻略吗？我替23岁的我们去过了。这本手账是送给5年前的周晨的，麻烦你转交给他。说完，我把手账放在了茶几上，独自捂着嘴巴离开。周晨没有出声，更没有追上来，只是第2天收到了他发给我的离婚协议书。财产分配如我所料，他将自己1/10的资产给了我，都是些不动产和现金，并没有一点公司的股票。另外，他还发了一句：“给你最后一个机会，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”我告诉他不必了。我们在手机上商量好了离婚日期，但这天发生了另一件事，搅乱了计划。网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关于向晨集团总裁周晨的出轨热搜。那篇文章梳理了完整的时间线，把他和林默什么时候在一起，以及2人亲密的照片全部发了出来。虽然没有实质的捉奸证据，但这些也足以说明2人关系的不同。商界新贵，10年恋情，小三插足，再加上我们的颜值都不算低，这件事瞬间引起了热议。这长达30页的内容里，除了小三瓜以外，还讲了我是舍弃了什么样的前途，走向了周晨，又为了他的创业梦做出了什么牺牲。我拿着白酒对瓶吹的照片被大家传来传去，有人感慨，如果我这辈子有一个这样的美女姐姐为我做到这种程度，我把命都给她。也有人说，原来长得漂亮，付出了这么多也得不到爱，所以被爱的条件是什么呢？除了照片，还有医院里的监控视频，上面显示周晨带着小三来大摇大摆进了病房。可他进去不过几分钟，就扔下骨折加脑震荡的我匆匆离开。视频里还不忘注明，我是为了给他去求长生符才遭遇了车祸。周晨做的是零食行业，前几年搭上互联网的快车，包装成了网红零食。现在他们把价格定得越来越贵，量却越来越少。网上本来就有不少吐槽的声音，如今这件事情一出来，更是群情激愤。不少人为此甚至要抵制向晨集团的产品。同时，网友也积极操心我，让我尽快离婚，远离出轨男。周晨给我打来电话的时候，手机界面还停留在和江芷的聊天界面上。雨墨，你这波太溜了，被全网骂是他俩作恶多端活该的。我接起电话，对面传来许林的声音：“姐，周总让您来公司一趟。”说完这句话后，他又用极小的声音说：“姐，能别来就别来了。”我眉头一跳，周晨性格暴躁，以前我在旁边劝着，现在不知道能闹成什么样。正准备应承下来时，电话另一头传来东西砸碎的声音。许林发出一声闷哼，接着手机像是掉在了地上。周晨暴怒着吼叫：“
让他快点滚过来。哥哥别生气了，许哥和雨墨姐关系好，可能是怕你对雨墨姐撒气吧。他之前在入职培训的时候，老说雨墨姐有多好。林墨在旁边一个劲拱火，我不用去都知道，周晨现在一定像一头发怒的狮子盯着许林。于是我连忙在手机这头以最大的声音喊：够了，我马上过去，有事等我去了再说。半个小时的路程被我压缩成20多分钟。我到的时候就看见许林站在门口给我使眼色，让我离开，而且额头上青了大一块。而我忽略了他的眼神，这件事是我把他连累进来的，再怎么说我也要给他讨个公道。推开办公室的门，迎面就是一脚向我肚子踹来。我躲闪不及，钝痛从小腹传来，眼前场景变换，我整个人飞出去了至少3米。这一层里没什么人，员工都被放了假。许林急忙上来扶我，顺便还拦住了气势汹汹想过来对我挥拳头的周晨。我躺在地上捂着肚子，如果说以前只是失望，这一刻我彻底恨上了周晨，恨不得将他撕成碎片。他知道我最讨厌家暴这件事，因为我的妈妈就是因为我爸的家暴才跳了河。他面目狰狞地说：你怎么这么贱？为了那点钱你准备毁了我是吗？这么想要钱，等你死了我全烧给你。你果然和你爸说的一样，你和你妈都是神经病。林墨在他身后勾起一个胜利者的笑容，嘴唇微动，用口型说：谢谢你，精神病。我忍住冲上去要和他们拼命的冲动，心里不断说不要急，现在不是撕破脸的时候。我要等，我会让他们俩一败涂地，成2条人人喊打的落水狗。那天周晨以威胁我的方式，用我的手机注册账号，向网友公布了离婚协议书和离婚证。不过好的一点是，他为了面子上过得去，将自己手下20%的股票交给了我，也算是回应网友说我为公司付出了那么多，却一点好处没有的骂声。他如今身价上亿，除开股票，他分给我那1/10的财产，在大众眼里是很多。这份声明一出，我爸打来了电话，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，怨我连个男人都留不住。我轻笑了一下，周晨和他爸割席的时候，不知道是谁第一时间把周晨曾经送的礼物全扔进了垃圾桶。等他骂累了，我才缓缓开口：爸，周晨现在的身价连你都望尘莫及，他身边年轻、漂亮、优秀的女孩那么多，我凭什么留得住他？他长得好，能力强，就连昌盛集团的千金柯佑都给他抛了橄榄枝。这次离婚就是因为他已经想好了要和柯家联姻，柯家也说了，只要他们结婚，昌盛集团15%的股票都要给柯佑当嫁妆。我爸在另一头安静了下来。昌盛集团是这里的龙头企业，如果能搭上这条船，就足以保证日后的荣华富贵。几个月前，周晨确实常进出昌盛集团谈合作，外面也传过他和柯佑的八卦，但是我知道那都是假的。柯佑这个人我见过，他爱的只有他的事业。不过不论真假，现在我们离婚，他那边肯定收到了周晨要撤资的消息。我爸的中小型企业经不起这样的折腾，他一声不吭挂断了电话。晚上的时候，我爸的秘书送来了股权转让书。他说：商人重利，周晨能分给你这么多财产，说明和你还是有感情的。人活一世，钱是赚不完的，还是要珍惜眼前人。我现在也老了，把公司交给你我也放心。你和周晨再好好谈谈，夫妻之间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。离婚还可以再复婚，你们已经走了这么远，
为这点事情就离开太可惜了。这一段话说得诚恳，如果不是我知道他当年为了逼我妈服从他，到处搅乱我妈的工作，还整整1年不给他生活费的事，还就真信了。那时我和我妈几乎是靠着乞讨过活，现在想起都满是心酸。我利落地签了字，心里清楚这是那份离婚协议起的作用。在他眼中，周晨能分这么多钱，就说明了他有情有义。如果是他的话，一定会让女方净身出户，带不走1毛钱。但复婚这件事肯定是不会顺他的意了。没过几天，离婚协议让大家以为我和周晨是和平分手，也没有出轨这回事后，周晨找的公关团队开始发力。他们大肆宣扬这段关系是如何被我给亲手毁了。在他们的描述中，我是一个情绪极不稳定的疯子，借着为周晨做了些事，总是对他非打即骂。我曾经的就诊单被爆了出来，躁郁症、抑郁症、焦虑症，多可笑啊！当初还是他陪着我去治病的，现在反而成了说明我不适合婚姻的证据。他们说周晨对我已经是仁至义尽，我冷眼看着周晨的各种骚操作，明白是时候了。在网上风评渐渐开始反转时，许林发了一段足以震碎所有人三观的视频，就是那天我被周晨踹了一脚的视频。他当晚就开了直播，身边还坐着一个我。评论如流水划过，我没有细看，只静静讲起了过去。这是我第一次将自己的伤疤展示出来，连江芷都在摄像机后面听得泪眼朦胧。他知道我原生家庭有问题，但没想过我经历的远比他想象的多得多。到了视频的最后，我微笑着对网友说：“我确实有病，但我没有以此伤害过任何人。”直播结束，我这才打开了刚才差点被撞碎的门。周晨颓废地坐在地上，手里的手机是直播结束的画面，整个人散发着丧气。他没有看我，艰难地扶着墙站起来，哑着嗓子说：“程雨墨，或许是我对不起你，是我背信弃义，可你一定要把我打入死地吗？难道你真的觉得走到现在全是我的错？”他前一句我还勉强能理解，后一句我却完全不懂他在说什么。所以我做错了什么？我不该为你放弃保研的机会，还是不该为你给我爸下跪求投资？周晨张了张嘴，想不出反驳的话。我接着说：“周晨，我理解你，你年少成功，几乎算得上是白手起家，在这个年龄做到如此成就的人寥寥无几。所以你觉得你是不一样的，你应该享受世界上最美好的一切。你觉得自己配得上更好的女性，不，应该是说更多的女性。在你眼里，妻子不过是一个装点你成功人生的花瓶，家里红旗不倒，外面彩旗飘飘，是你应得的。这就是为什么你不怕和我离婚，却也不主动和我离婚的原因。同样，这也是你为什么表现得那么喜欢林默，却连一个小三的名头都不愿意给他的原因。女人对你来说不过是可以替代的性别。”说着，我看向躲在一旁的林默，他应该现在都还没有明白，当他以身体换取金钱的时候，那些男人也把他只当作一个玩物。在男人眼里，这是一场利益交换，大家各取所需罢了。还有，周晨，我如果真的想要彻底毁了你，我就不会是只放出那段视频。你应该知道我去过公司了吧？那天离开的时候，我进了一趟厕所，也拍到了些东西。刘海遮住了他的眼睛，但我能感受到他的震惊。也就是在那天，我终于知道了为什么他们不开房的原因。周晨不是傻子，他猩红的眼睛终于抬了起来，看着我。你还想要什么？公司？紧接着我补充道，
我手里还有你偷税漏税的证据，如果不愿意，那就只能你死，我活了。”这一刻，他明白自己输得彻底。他没有选择的权利，只要我这些证据交出去，他面对的就是牢狱之灾。所以只能点头。另一边的林默再也支撑不住，咚的一下跪坐在地上。1个月后，我成了向晨集团的新任总裁。周晨的名声彻底臭了，离职后没有任何一家公司要他。林默也因此被学校退学，连毕业证都没有拿到。我爸曾打电话来为他的同类周晨找场子，妄想让我交出手里的权利。有时候男人还挺天真的，以为女人永远只会是弱势，他们说什么我们就要听什么。爸，有这个时间还是多操心下自己吧，账户里那点钱省着点花，我可没准备您的养老钱。放下手机后，一切灰暗都在晨光下消散。过去终将过去，而我重新向前走去。